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荧光笔工作室。那我想要问问大家哦，你是不是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当你跟家人朋友呢提起马来西亚的警察的时候呢，我们对警察的第一个印象通常都是，马来西亚的马达，之前的我靠，很慢，顶着那个大肚腩，最好是可以追到贼哦。Ops 然后再聊下来，肯定就会有人讲这一句對白好了的。有嚟啦，或者做快到啦，你知噶啦，得閒就 block 下咁咯，你知咯。反正呢，一讲到马来西亚的马达呢，大家都会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感觉，然后自己呢可以脑补很多的画面。但是呢，如果我们去到了这个 Facebook 啦、IG 啦，又会经常看到警察呢非常认真在做事情的样子，不管是打击罪犯呢，还是呢积极的协助有需要的人，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的，有的人觉得讨厌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了，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啊？马来西亚的警察呢，会给人家这样子两面的这一种形象呢？洗出来就必有因耶。今天呢，我们荧光笔呢就要跟着大家一起来整理角度，要来探讨一下，到底这一个印象是怎么来的。Let's go！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我们以科普的方式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民生、时事议题等等。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也有访谈哦。那有这么多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还没的话，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准时上影片，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OK， 回到正片。好，我们谈谈对于警察的这个比较负面的印象哦。Part 1来自于警察滥权事件的频发。其实呢，马来西亚的警察印象分数会跌到去 negative 啊，跟警队一直传出各种丑闻呢不无关系的。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近年来发生过哪一些警察的丑闻吧。第一个，滥用暴力的警察要人民怎么相信嘞？2023年的10月11日呢，在社交平台就爆出了一段呢警察打人的短片，迅速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根据这个资料显示啊，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2022年的8月22号的早上。巴生南区警局内的2名速毒组的警员呢，他们在审问这个嫌疑犯的时候就动用私刑，联手殴打这个嫌疑犯。第二个，情绪管理有问题的警察还可靠吗？那距离上一次打人的事件呢，没有隔多久罢了，警方又发生了更加严重的事件，这次呢，甚至是搞出人命。2023年的12月15日呢，就有一名17岁的 SPM 应届考生呢，在离开学校的时候啊，跟一位在吉打警察总部任职的高级警官发生了道路纠纷。据说呢，是因为这位警官啊，觉得那个摩托太吵了啊，两个人呢，因此呢，就你追我跑，跑了1个 km， 就这样子，悲剧就发生了，警官把学生给撞死了。第三个，犯法的警察还算警察吗？那在2024年的1月份呢，就有2名的巡警呢，在安邦 Lookout Point 巡逻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辆车辆啊违规 parking。这2名警察除了向 driver 要500块的钱来 settle 之外呢，更趁着这个司机跟其中1名警员去 ATM 按钱的时候，那没有错，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哈，性侵了这个留在车上的乌兹别克的女子。第四个，警察局是无底洞，有去无回。那根据资料显示啊，2002年到2011年期间，马来西亚总共发生了多少起拘留所死亡案件？你知道吗？170件。这个数字真的是很夸张哦。而2012年到2022年之间呢，则发生了超过250起拘留所的死亡案件，涨幅是高达47%的。我们就认为啊，其实就是因为这些有去无回的 case， 让警察的这个声誉直接跌入谷底。你想想看，这些死亡案件呢，对我们这些局外人而言呢，不就是在展示着警方的不专业吗？同时呢，也说明了逮捕还有这个扣留过程之间的不透明，自然呢就很容易让人们呢想入非非喽。
其实呢还有很多的 case， 但是碍于篇幅的关系呢，我们就没有一一列举了。那话又说回来啊，如果我们发现警察呢有这个违法的嫌疑的时候，到底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可以怎么做呢？以目前来说呢，我们有以下的管道可以去投诉警察的哦。Part 2，现有的投诉管道。那以目前来说呢，我们有以下的管道可以投诉警察的哦。第一个，拨打马来西亚警察廉政与标准执行部的热线1800880222，请截图。第二个，透过投诉网站举报，就是这个 website， 请截图。第三个，到第三方机构投诉，例如 MACC， 也就是大马反贪委员会，再来就是 Suhakam 大马人权委员会等等。哈，就这样罢了啊？没有了啊？哈，你问为什么？为什么只有这样少的管道？其实呢，大概在2003年的时候啊，也就是把辣的年代呢，马来西亚政府曾经是有打算呢，要设立这个 IPCMC， 也就是独立警察投诉及行为不检委员会，一个呢用来监督警察的独立机构。可是呢，后来呢，就在警方的这个强烈反对之下呢，再加上其他种种的一些因素啦哈，而放弃了这一个 idea， 转而设立了 IPCC， 也就是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敷衍了事。那为什么刚刚我们会提到是敷衍呢？那是因为呢 ，IPCMC 呢是具有惩戒的权利的，例如对违纪的警察呢实施纪律处分，把犯法的警员呢送交给 MACC 等等。而 IPCC 就是现在有的这个单位啊，则只能够对所接获的投诉进行调查，然后再对政府做出相关的改善建议啊，是建议哈，所以呢是不具备任何的这个惩处的权利的哦。我们就很好奇啊，我们不知道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是不是有人曾经投诉过有问题的警察的？怎样的，把整个流程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知道一下投诉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后来还没有什么后续的 follow up。来，留言。Part 3，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情境一，那当你远远的看到警察有不法的行为的时候呢，如果情况允许，你是可以把整个情形呢以拍照啊或者是 video 的方式呢记录起来的，再按我们前面所说的方式呢去进行投诉。但是呢，你千万要记得啊，虽然呢你是可以进行拍摄，但是呢，请不要以语言或者是行为呢去挑衅警察，那或者呢是阻碍警察呢这个执行公务，因为这样就算是犯法哦。那你就想问哦，我可不可以拍了之后放上 Facebook 啊，放上 IG 啊，去公审这样子的？那这一些呢，其实你要做也是你的权利来的啦。但是请你记得哦，这样做是会把自己呢暴露在法律的风险之中的。这是因为呢，虽然马来西亚目前是没有法律规定不可以拍摄执法中的公务人员，但是呢，过去就曾经发生过不少因为呢拍摄执法人员而被控告的情况发生哦。例如马大新青年前主席黄彦明呢，就曾经因为直播警方执法的过程而被警方引用刑事法典186条文，妨碍公务员执行公务而被控告。那这边要注意一下哦，刚刚提到的这一个条文之下呢，其实是所有的公务员都包含在内的，包括了有市议会的这些执法员啦 ，BPKL 啦，MPPP 啊，PCJ 不知道什么啦反正这个公务员呢都包括在里面哦。所以呢，我们想要在这里呢呼吁大家，如果你要拍摄的话，拍摄前记得要想清楚，那一定要保持冷静，绝对呢不要越走越靠前，以避免的影响警方执法。最后，当然，千万是不要恶意剪接这一些影片啦，因为呢，散播不实的消息，那也绝对是犯法的行为哦。情境2。你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正在遭受警方的不法行为，安怎好？那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的话呢，那你就务必要尽量配合警方，以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先。如果呢，在这个逮捕的过程当中呢，警方过度的使用武力，甚至是出现恶意殴打之类的这种情形啊，你就可以在还押的程序的时候呢，向推事去投诉警察的不法行为。而如果警察呢逮捕的并不是你，而是你身边的人，比如说你的 housemate 啊，你的朋友啊，你的家人等等，而且呢，你看到警方在办案当中确实是存在这犯法的行为，那你就必须要记得要保留现场的这个物品。那这些物品呢，日后可能就会成为呈堂证据，有可能会是什么证物类啊？警察来打你的东西啊，花瓶啊、桌子啊、椅子啊、地上的地毯啊、衣服啊、留有血迹的衣服啊，这些都是可以拿来做证据，证明警察逮捕你的。善意提醒，警方呢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你是有权利呢可以要求他展示他的警员证，而在进行逮捕的时候呢，必须要告诉你所犯下的这个罪名，并且在合理的时间内让你打电话给你的家人或者是律师，这些都是你的权利。想要知道更多呢关于你突然之间被 block， 那你应该怎么办呢？记得去看我们之前所做过的这一支影片哦。
好，在这里我也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人想要知道，假设如果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被警方抓了之后，你有什么样子的权益嘞？想知道的话也是一样，一样敲碗告诉我们。OK， 你留个碗的 icon 给我就可以了。那我们就会专门做这一集的主题呢，来深入的探讨。Part 4。马来西亚的警察真的是这样糟糕吗？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子的。根据我们统计局的资料显示马来西亚的罪案呢，自从2015年起就录得了连续下降的这个记录，说明马来西亚的治安呢是在变好当中的。而且呢，自从2000年开始呢，马来西亚的犯罪率呢就呈现了整体下降的趋势，前后，足足减少了70%，很厉害。差不多08、09、10年的时候很差那种，那时候真的很差，就是一直有报警一直有决夺案发生的时候你就真的很小你那时候在吃，你在吃奶你。与此同时呢，警方也将在今年的9月起呢，为这个巡警配备随身摄像机，以进一步保障市民呢在警方执法的时候的权益。这些摄像机呢，将会记录下警察与市民对话时的这一种画面，而且呢，警员呢是没有办法擅自呢删除这些影片的，所以呢，这个措施呢就被寄予厚望了，将会进一步的改善公众和警察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呢，警方为了要改善拘留所的状况，设立了这个拘留所命案特别调查小组。这个小组是隶属于警察总部的廉政与标准执行部，将会全权负责调查拘留所死亡案件，并监督马来西亚各地的拘留所的运作。那根据我们所能够查到的资料显示拘留所死亡案件呢，在2021年一共有46个 case， 而到了2022年呢，则减少到了24个 case， 一共呢减少了48%。看起来呢，这个新措施呢也算是成功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要邀请各位神通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留言告诉我们，你们觉得马来西亚的警察还可以在哪一方面做出改善呢？记得不要为了酸而酸那是没有价值的。我们想要看到的呢，是更有建设性的留言，理性留言。我们都是文明的马来西亚人。结论。我们会对马来西亚的警察的表现如此的褒贬不一，心情如此的复杂。其实呢，一方面我们是非常的感谢警察身为人民的保姆，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坚守在打击罪案的前线，保障了我们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但是无可否认的，在警队里面呢，确实是有一些害群之马在滥用职权、收受贿赂，甚至呢违反了他们本来应该要守护的这个法治精神，导致人民跟警察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你知道吗？我们在这支影片里面所提到的警察危机的案件呢，大部分呢都已经把这些肇事的警察逮捕，并且移交到相关的单位去处罚的，包括了被控上法庭啦。那而警方高层呢，除了很多次在公开的场合呼吁警官要认真做事，他们不逃避以正面回应警方这个滥权违纪的这种行为，让我们相信警方其实是愿意改革的，也正在努力的改革当中，以做到真正的 Tegas Adil Berhema。有一句话说到，万事起头难，而警队的改革过程呢，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点慢，但是好过没有在动嘛，对不对？所以呢，随着这个警队高层越来越重视警察部队的这一个纪律还有专业性，真正可以做到也不是天方夜谭。我们相信呢，马来西亚会非常快，有一天可以达到这一个梦想。警察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呢，不再是鸿沟，而是紧密的合作关系。就例如警队的这个 motto 是什么嘞？Boom boom Polis dan masyarakat berpisah tiada。好了，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不知道你看完了我们整支影片之后呢，有没有对我们的警察更了解多一些些呢？还是有没有勾起你一些好的或不好的回忆？记得要留言跟我们讲哦。该敲的碗还是要敲哦，该订阅的还是要订阅哦，该donate的还是要donate哦。赶快 follow 我们哦！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上载一支呢跟马来西亚有关的文化或者是历史或者是社会相关的这个内容，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可以快速的成长。再见啦，我是莹莹，拜拜。